来以为已经通过了，结束了是不是？对，结果才刚开始而已。等等我，等等我。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了。我们走了好长的路。对，我们到了宜贝酒店。哇，天啊，这个价格只有。他拿很迅速的在网络上就把票买好了，可以不用在那边排队，我们要直接离港喽，前往深圳 ，Go Go！Go Go Go Go！ 哎，我们应该算辅助通道吧？对，可能到时候会需要走辅助通道。这里啊，这里。小朋友是不能直接过，因为怕被人家卖掉的小朋友啊，所以小朋友都要人工再审核。我们是访客。到达我们的检票口7A8A，太好了，这样子稍微走一下就省了机票钱。对，省了我们直飞广州的机票钱。不过这次我们也没去广州了。可是它直飞深圳，我查从高雄到深圳也都要1万多，为什么啊？是哦，差一点点。为什么直飞都那么贵啊？对啊，差一点点就哇，差了，哎有。对啊，好奇怪哦，香港的物价明明贵那么多，但是机票就很便宜。是因为离台湾真的很近吗？那检票的时候，我们是用台胞证放在下面的那个卡片阅读器之后，往左上角靠啊，就可以顺利读取到那个台胞证之后就可以入场。终于要搭高铁，要到深圳了。对啊，我们要前往深圳放我们的行李。对啊，终于可以到饭店了。坐着的。我们是，我记得八位的。8号吗？对，8号车厢吗？那往右，8号往右。车厢哦，我确认一下，车厢12里面的8A、B、C。那12一样往右，好长，它的车厢一节就好长。哦，太多人搭了吧？对啊，才7而已。哦，原来是这样。很远。我本来以为已经通过了，已经结束了是不是？对，结果才刚开始而已。为什么要变7了？对啊，刚6啊，这7啊，没错啊。结果还要再走。这台是复兴号啊。前面已经很多人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快啊？对啊，大家很赶哎，到底是我们太悠闲，还是他们真的需要很赶？9号3点21，没错，这一班呢？为什么大家那么赶？赶到我都有点怕了。对啊，好多人已经上车了，是怕没位置放行李吧？等等我，等等我。直接进去走了，不然要来不及了。没有啦，还早啦。前面那一班快到了。哦，走了大概快5分钟哦，快5分钟才走到我们的车厢。刚刚是在5号啊，我们要到12号。OK， 我们到了，上车吧。哇，天哪，那个不是。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了。我们走了好长的路。从香港出境又入境要到这也不算这也不算深圳，就是要入境到深圳搭高铁。为什么？有时候他平板充电线不见了。啊 ，Billy 也要解那个充电线虚脱了。对啊。好了，那我们等一下就到福田站了。福田站人也好多，我以为深圳人会比较多，没想到福田人也这么多。对啊。还需要再拿一次那个台胞证出站。对啊，要出站了。他们是怕有人大量买票，然后再卖票。怎么说？就黄牛票啊。哦。所以要一个人一张那个什么身份证才可以。上面还是下面？一样吧，下面啊，就下面刷那个台胞证过去。放这样识别就可以了。对啊。来读取 ，OK， 检票通过。哎呦 ，OK。Go Go， 我们去搭计程车了，我看一下，计程车左边。看它上面写出租车了。哦。你知道吗？我们刚刚搭高铁啊，从买票到搭上高铁大概花了40分钟。
然后我们在高铁上大概只坐了10分钟就到站了。你说这样子算有休息到吗？我们下次想要就是改搭船好了。对啊，如果说我们之后要到深圳的话，可能就是会搭飞机到香港，再从香港坐船直接到深圳这里。对啊，因为坐船好像不需要入境香港再出境。对啊，对啊，因为我觉得最麻烦的果然还是出入境吧。对啊，因为要等啊，排一堆人什么的。但是没办法，实在太香太便宜了。对啊，一个人差4、5千，我们3个人加起来就会差蛮多钱的。出入境也是蛮好玩的，但是就是要等。对啊，排来排去，绕来绕去。对，主要等啊，因为时间抓不紧，你又不好买票，所以会像我们昨天那种情况发生。如果你真的要买票，你是快到那个点才去买的话，很容易有可能会抢不到票。如果你提早买的话，你的行程会被定死在那边。对啊，就会觉得逛起来不安心。对啊，就怕说，那个高铁会不能想说走就走。对啊，就各有优缺点吧。对啊，各有优缺点。要来玩的朋友再斟酌一下。那我们现在要从那个福田站出来，搭那个出租车到我们的饭店。大概搭出租车到饭店的话，19分钟吧，我记得查，大概19分钟可以到。深圳福田。走，请排队乘车。跟着标志走，然后这边都陆续都有一台一台的出租车。好了，那我们等一下饭店见吧。我们到了宜贝酒店，我这2天入住深圳的一间酒店，等哈娜来 check in 喽。这个价格只有帝京酒店的1/3啊，没有啊，1/2。对，我们后来升级豪华景观房。对，我们本来第2天是一般的那种舒适的4人房。对，4人房，然后变成豪华景观。因为我们今天是订豪华景观，然后明天是订比较一般的，就是他帮我们自动升等。对啊，服务真好，还是帮我们升等。对啊，服务很好哎，还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他。是几楼？20楼。20楼哇，挺高的哎。那这样的话，景观应该是不错。是不是带你们来住这个？打扰了。还蛮新的。大家好，我们终于来到了深圳罗湖盛业的逸飞饭店。现在我们就先来开箱我们的这个盛业逸飞饭店的部分。OK 吧 ？OK 啊，很好啊。好。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间饭店。对，这一间真的是物超所值。我个人觉得比香港帝京饭店还要值得。等一下再来揭晓多少钱。首先呢，这个是他们的玄关。好，那玄关一进来，其实它这玄关还蛮大的，可以这样子。对，主要是它衣柜移到右手边来。对，它这个开放空间比较看起来会比较大，而且这边一样可以挂衣服，而且它还附了这个，这算浴袍吗？对，这是浴袍。对，然后还有蛮大的一个空间，可以让你坐着要干嘛干嘛，或者放行李。然后这里其实跟香港帝京酒店还蛮像的，就是都有一个柜子。但是我觉得它还蛮好的点是它的吹风机什么，就是直接放在这边。然后还有这个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是陪场明细哦，陪场明细哦，好，来赶快放回去。然后接下来呢是它的那个附的室内拖，
哇，不得不说它的室内拖是比较好的那一种。你看它的室内拖跟香港帝京酒店比起来，它的那个室内拖比较厚，比较有厚度。这种就是你如果洗澡的话，它比较上面这一层，它就不会粘在你的那个脚背上，它就比较会立体的。哦，对啊，这好高级哦，对好少看到这种。对，这种其实看起来材质就真的。对，有差。对啊，有差比较好一点。那我们首先来介绍厕所的部分跟浴室的部分好了。啊，它这边是一个开放式的，它是开放式。对，它是开放式，而且它是浴室跟厕所是分开的。你看它这里有2个拉门。哦，那你要先介绍哪个？2个一起开吗？对，2个一起开好了。2个一起开。对，你看这个是厕所的部分，然后厕所一样，它这个就是智能的吗？你靠近就会开起来是吗？没有，我靠近的时候它不会开。我刚才有上过，我就试过，它不会开。对，然后灯光什么的。哦，对啊，这间好明亮哦。其实它不管厕所还是房间都挺明亮。对，就是跟帝京比起来，它这一间比较亮。然后这一间它的浴室的话，我看一下，它这边也有那个叫做什么？那种偏有花洒。对，花洒的部分。然后它的那个还看得出来它品牌吗？品牌我已经放弃了，我没有看过有那种用知名品牌。对啊，我真的都看不出来，什么 Potico。对，会不会其实大家知道这个品牌，是不是挺有名，只是没有那么清楚。对，而且它这边还特别标注说小心滑倒。好，我们把它关起来。然后它的那个洗手台在这边。洗手台就是也是坐在户外的，然后主要是它这边镜子也比较多，这里有一个大镜子，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镜子，就可以有2边都可以看这样子。啊，那蛮多小巧思的，基本上都是为了放大空间。这边也可以直接透过那个玻璃可以看到那个床的状态，就是房间的状态。对。然后因为有几个大面镜啊，所以让这个空间放大许多。然后厕所又故意使用毛玻璃，而且它这个镜子的背面还是很古代的这种风格。对，然后地板你们看一下，它地板是大理石的。大理石砖。对，可是它有做一个区隔哦。你看它这里大理石砖，来我把鞋子脱了，这里面就是一个木头的一个地板。就是比较温馨，就是房间的部分就是使用木地板。然后它有智能的，它的这个智能的那个平板叫做易飞，来易飞。还声音有点小声，易飞你在吗？很高兴见到你。刚才说很高兴见到你。然后它这个是我们这次订的是2张双人床的。好，然后我们先来试看看它的厚度。好了，又来试做了。它这个的话，我觉得不会太软，就还 OK。跟帝京的比起来就是比较。帝京的比较软，这个稍微比较有支撑性。支撑性比较好一点。对，支撑性比较好一点，我觉得还不错。然后看一下这边还有一个大大的电视，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那个，这叫做什么？茶几桌吗？零食柜。哦，零食柜。零食吧。对。下面没有零食。有吧？冰箱好像有说附饮料，没有吗？没有吧？啊，那没有。哇，有迫不及待要来有。好，来放下去，等一下再吃。然后我们来看它有附什么东西。有那个，这一样就是可以煮水的。对，这边就有提供矿泉水。对啊。对，不用再买。对啊。可以自己煮水。对啊，然后还有这是什么？有那种胶囊咖啡。对。这个 mini 的胶囊咖啡机，那个房型在订购上，它就会选择说会有含这个迷你咖啡吧，是迷你咖啡吧部分。对。然后还有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木基桌。办公桌。对，办公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椅子。对。然后最主要还有这个。算是躺椅吗？一个躺椅，对，一个可以看风景的椅子。OK， 那就觉得很舒适。好，我们现在来看风景好了。放假的感觉。对啊，终于可以放松了。我们刚才历经千辛万苦，搭了好多高铁什么的，出境入境。历经万难，终于到了这间饭店。对，然后它的风景也可以看一下。虽然有稍微遮挡到它那个我会请那个看这个智能能不能帮我们拉窗好，我们上来实测一下。它叫做什么？易飞是不是？对，易飞，帮忙开启窗帘。好吧，它没有办法支持智能控制。对啊，看来这个还缺一点，不过没关系，在这边旁边它的智能平板旁边就有这种开关的那个按钮。玩到关是不是？看来是我不够智能。
来，然后看一下外面的景色。透明的部分还是没开吗？对啊，纱窗这边还有个纱窗开。OK。对，来看一下景色，还不错。这边是可以看得到那个深圳的市区啊。对，可以看到那一栋啊，那栋楼什么？晚一点。我们等一下还会去逛，会介绍一下周边。它周边就有百货公司了。对啊，因为是在深圳市中心，所以附近的商场是比较多的。我要来揭晓这里一晚多少钱了。这里呢是假日，今天是假日，那它一晚呢是3606，大概是我们帝京酒店，香港帝京酒店的一半的价格。那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如果有看我们香港帝京酒店的开箱的话，就是各位网友可以去比较去看一下这样子。然后这个房型的话，它是叫做豪华双床房。就是可以选豪华双床房的3606这样子。对，它有另外一个叫高级双床房，是不是？另外一个对是高级双床房，它是2698。但是因为我们行程本来明天我们是订高级双床房2698，但是因为我们行程有变嘛，所以今天是订这个，因为只订得到豪华双床房，结果他今天就帮我们把明天的那个高级双床房也自动升等了，就是等于2天都是这个豪华的双床房，这样子大概省了1000块。白给的。对啊，对，那它两个差别是差在说景色啦，就是豪华的双床房才会有这个室外的景色。对，他是这样子说，那个小姐是这样子说的。对，所以如果对景色有要求的，可能就是点豪华双床房会好一点。对，双床房可能会像帝京酒店一样，可能对面又是那种防火巷或是那种阳台、花台之类的，景色比较不会那么开阔。对，对呀，好，那我们就开始，等一下去周边逛逛吧。好，那我们今天的论述就到这边，谢谢大家。